宝有术修补天宫，神级修复系统已绑定成功。鉴宝眼已成功发放，鉴宝眼可以识别宝物真伪，现赠送宿主6次修复机会，每次机会可修复1件古董。我觉醒的系统，鉴宝眼鉴定，宋代汝窑青花瓷碎片，修复后价值100万。我去，修复后竟然价值100万！那修复，宿主消耗1次修复机会，修复成功。我去，还真的修复好了呀！天啊！还剩下5次机会，还有5次可以修复的机会。有这样的能力，我就可以低价收购坏掉的东西，修好以后再高价卖出去，那岂不是可以赚得盆满钵满？喂，李叔呀，是这样的，我这边有一个宋代汝窑青花瓷器，想要出手啊，您看。宋代汝窑青花瓷器，哎，对，太好了，我现在就过去。东西没什么问题的话，我就给他收了。哎，好嘞，好嘞，李叔，那我在店里等您啊。好，马上就要有钱了。冯总。呀，李叔，你可算来了，等您半天了。来，我先看看那个青花瓷。没问题。雨过天晴云破处，千峰碧波翠色来。好东西啊，是吧？哎呀，这个东西没有什么问题。一般来说呢，市场价在100万上下，咱们俩的关系凑个整，100万怎么样？成。多谢李叔，我给您抱起来。哎，好。好。哎，这哎，好，那我就先走了。李叔，你慢走啊！啊，好，再见啊！我爸的医药费又着落了。爸，我跟你说呀，咱们的手术费终于算是凑齐了，您放宽心，咱俩安心的等做手术就行了。方舟啊，我们古玩一行最重要的就是名誉。爸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老子生病让你看了1天的店，你就给我骗人，我都知道了。你李叔说从你那收了件宋代汝窑青花瓷，对吧？那件瓷瓶我收回来就是件碎的，你拿一个假的去糊弄人，不是坑蒙拐骗是什么？爸，是这样的，前2天我碰见一个修复大师，他得知我需要钱，就出手帮我修复了那件瓷器。后来我仔细一看，那个瓷器简直就是毫无痕迹，真是巧夺天工啊！那件瓷瓶我找遍了大华所有的顶尖修复大师都没有修复好。爸，要不是说高手在民间呢，要不说人家是大师呢。能遇见这样的大师也是你的机缘，等我好了一定要去拜访他。对了，你李叔说九堂拍卖行今天有场拍卖会，我让他带你去长长见识，去准备一下吧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去了。走吧。哎，小周，李叔，来了啊！坐。这些人呢，都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，眼睛毒辣的很。今天的这场拍卖会啊，想要拍到好东西啊，难喽。各位，欢迎来到九堂拍卖行。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，开始进行第1件藏品的拍卖。这拍卖行的第1件藏品啊，是用来开场预热气氛的。一般来说呢，价格不能太高，讨个彩头而已。这件香手提梁壶产自东汉年代，造型优美，古朴大气，因为有裂纹，所以起拍价5万。小周，你觉得这个物件怎么样？这提梁壶若是完整的，那起码能值100万，可惜有裂纹，5万顶多了。没错，这个物件呢，就算买回来，顶多只能当个摆件，不划算的。别人买回去顶多当个摆件，可我有修复系统，5万买回去修复好能卖个100万，这不是净赚了95万？这位先生出价5万，还有更高的吗？不是小周，
你老爸还在医院，家里正是用钱的时候，浪费钱买这个东西不划算呢。李叔，我是觉得，如果这件提梁壶能够修补好的话，这个价格可就捡了大便宜了。好，这尊提梁壶就是这位先生的了。接下来让我们看下一件拍品。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一场拍卖会的最后一件藏品，也是压轴藏品。这幅画呢是唐伯虎的《枯茶橘玉图》。唐伯虎的大名，我相信各位都很清楚，因此这幅画的价值非常昂贵，所以请各位到台上来观赏，然后我们再进行拍卖。小周，咱们也上去看看。好。哎呦，看起来真的很好看。小周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没事儿。修复机会加1，现有修复机会6次。吸收古玩上的宝光，竟然能补充修复次数，太好了！那我以后能捡漏的机会就更多了。修复成功，现有修复机会5次。现在我替我爸坐镇古玩店，这第一步就是要解决货源的问题。不知道我爸的那些朋友能不能帮上忙？喂，黄老板，我们九宫天重新开张了，之前说的那批货。九宫天？不好意思，我不会再和九宫天合作了。哎，李老板，现在我们九宫天已经重新开张了，我们的那批货源……方老板，不是我不想跟你们合作，只是你们九宫天也没有什么好货啊，我实在是不能再跟你们合作了，见谅。喂，我爸上次打眼进了一批假货，现在九宫天的声誉一落千丈，要想在古玩这一行快速出名，就只能想个特殊的办法吸引别人的目光了。有了！我有修复系统，可以让破碎的古董恢复如初。正好，我用高价回收破碎的古董，吸引客流量，打响九宫天的名气。老板，九宫家的少当家真是脑子坏掉了，竟然高价收购破烂古玩。真的，招牌都贴门口了。这事儿要是被他爸看到了，那还不得气得从病床上跳下来呀？老板，咱们万宝楼也有不少破烂的古玩，这我们要去卖吗？卖，当然要卖。既然天底下还真有掉馅饼的时候，那我当然要把握住这个机会了。老板，听说你这收碎掉的古玩，这是我爷爷传给我的雕花木盘，曾经有专家估价，至少价值10万元，老板收吗？不好意思，你这个物件价值太低了，我只收原来价值超过50万的。超过50万的？这种价值的古玩，谁家里不要好好供着，哪还能摔碎？说是高价回收碎片，结果呢，人家把碎片拿来了，又说价值不够。那我倒是想问问，如果有人拿来价值更高的，你有钱收吗？就是啊，我看这九宫天怕是已经穷途末路了，今天想用这种方式来博眼球。50万以上的都是稀世珍品。方侄儿是想要不花钱，又想要搞一个大噱头，借此来提高九宫天的人气吧。我何景明在古玩一行摸爬滚打这么多年，这些伎俩我一眼就能识破。今天我就好好的告诉你一个道理，堂堂正正的做生意才是正道，把时间浪费在那些欺骗别人的手段上，只会误人误己。不好意思啊，少于50万我还真就瞧不上眼。我们九宫天打出这一个招牌，上面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如果你真的拿出了价值昂贵的东西，哪怕是超过100万，我也照收不误。那就请方贤侄看好了，这3堆碎片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够拿得出钱来。这一堆玉石乃是陆子刚所制玉牌，
刚出完整的时候，价格起码在100多万。这一幅字画是唐寅的真迹《青山薄暮图》，几年前就已经价值60万，现在起码值100多万。这最后一件，光看这上好的紫檀木材质就已经价值不菲，而它的来历乃是清朝乾隆年间传圣旨所用的托盘，来历分明，传承有序。90万，只多不少。这几件东西我也不和你多要，一件10万，你拿得出手吗？这3件的确是大开门的物件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按照何老板你所说的，一件10万，1分不少。并且呢，如果何老板您还有的话，不妨全部拿出来，只要价值够，我9宫天照收不误。支付宝到账30万元。不是吧？这9宫天老板还真付钱了？30万收一堆碎片，9宫天疯了！何老板，钱已经转过去了，分文不差。方老板大气啊，今儿着实让我开了眼了。原来这些古玩破烂也能卖。方侄儿，现在是不是心里像吃了仙丹一样高兴？那还真是多谢何老板走宝。走宝？就这些古玩破烂留在我们万宝楼，我都觉得是占地方。整个鬼市收藏界，恐怕只有在你这儿才觉得是宝贝吧。哼，留下，走。天上真的掉馅饼了，这9宫天老板还真收碎片。哎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爷爷还留着一块破花瓶，不行，我得拿来看看。哎，快去快去，等这傻子反应过来呀，到时候就没这好事了。走。想不到何老板这波还给我打了一波免费的广告，看来我还是得好好谢谢何老板才对。哼。喂，李叔。我这边多了几个宝贝，看看您什么时候有空，我带过去让您长长眼。你又有宝贝了，小周啊，我这里还有些事情，明天我再联系你。行。喂，怎么了？方舟，之前你说想要卖古玩，我帮你找好买家了。天运公司的老板是我同学赵志远的爸爸，特别喜欢收藏古玩，只要古玩没问题，我可以给你牵个线。那件提梁壶是不能再卖给李叔了。林园是著名的林氏家族大小姐，她的人脉毋庸置疑，不如就通过林园这条线把提梁壶卖掉好了。行，我这边还有一件珍品，不知道他收不收？当然可以，那我们天远公司见。好，那明天见。爸，这就是我常跟你说的林园，也是我的好朋友。林小姐光临寒舍，蓬荜生辉呀。这可是林氏家族的大小姐，只要和她攀上关系，天远公司的前途一片光明。赵伯父您好，今天呀主要是为了方舟带来的古玩，不如我们先看看吧。我本人是比较喜欢古玩，既然是林小姐引荐过来的人，我相信东西是肯定没有问题的。听说你家生意不好，这样吧，我给你出18万8，也算是讨个彩头。这恐怕有些不合规矩吧？这有些不太合适，我只是一个引荐人，具体的事情还是你们商议吧。林小姐，您误会了，我只是信任你。不过既然林小姐这样说了，那就看看东西，估个价吧。小兄弟，这个物件要卖多少钱？70万。什么？这个卖70万？你咋不去抢啊？小兄弟，鬼市当中大大小小的古玩店中，能超过50万的都可以当做压堂货了。林小姐乐于助人，你也不能变本加厉吧？赵老板，不如先看看物件，再下结论。好，今天我倒要看看，究竟是什么样的物件能值这么高的价。小口呈球腹状，下呈3兽足，
肩部一侧设有龙首流，大概依照战国铜盒样式烧制，造型古朴大气。小兄弟，恕我眼拙啊，这是哪个朝代的？这个呀，是汉代的提梁壶，皮壳饱满，传承刻款无一错漏，确实是个好物件。赵老板，这个70万不算是异想天开吧？不算不算，这个提梁壶着实不错，方才多有冒犯。这样吧，我再给你追加10万。店里还有没有这样其他的物件？赵老板，这样的提梁壶我那确实也没有了，不过瓷器和砚台还有字画可能还有几个。我只想要这种壶，如果你有了这种货，一定要通知我一声。那是一定的。啊，这件提梁壶啊，实在是太棒了！我准备邀请几个朋友来品鉴一番。3日之后，我会摆下宴席，务必请小兄弟到场。我的那些朋友也很喜欢古玩。好，那就多谢赵老板了。3日之后我一定到场。好，那赵老板，我们先走了。好。走。方舟，今天的事情你可得好好谢谢我，至少要请我吃顿饭吧？没问题，弟弟你选，我请客。对了，昨天我去参加饭局，主办方给了我一张拍卖玉石的券，明天你有时间吗？可以和我一起。行啊，没问题，明天陪你长长见识。方舟，这里。这是，难道我的鉴宝眼竟然还能鉴定玉石？不过我对玉石可没有什么研究。林渊，这原石切出来的石头哪一种是最好的？一般来说，开出来的玉石越纯粹，价格越高。像冰种、玻璃种这些，还有阳绿和帝王绿，更是天价。像冰种、玻璃种这些，还有阳绿和帝王绿，更是天价。你看，像这块原石，表面是铁砂皮，上面还有些破损，露出几个小洞，一看就是一块老料，基本不可能出绿的。没有光芒散出。那这一块呢？这一块，这是黑砂皮，石头也算完整，还是有可能出现翡翠的。看来我判断的没错，鉴宝眼确实也能鉴定原石。好了，门口这里一般不会有什么好东西的，我们进去看看吧。走。各位，拍卖会就要开始了，请大家安静一下。尊敬的各位先生、各位女士，欢迎来到凤凰拍卖场。我们这场拍卖会拍卖的是原石，每一块原石都有可能让您青云直上，资产翻倍。接下来我闲话少说，我们现在正式开始。左边这块石头有点东西啊，个头不小，石皮颜色也不错。不对不对，我看中间那块才是不错，虽然个头小，却是靠皮绿，里边说不定能开出来冰种。靠皮绿，这万一出来的是糯种呢？这几块毛料呢，就当做我们今天拍卖会的开门红，3块起拍，起拍价8万8。1块带绿，2块废石，10万。这位先生出价10万，还有更高的吗？13万，15万，20万，25万，30万，30万。这位先生出价30万，还有人要跟吗？既然没有人跟，这几块石头就归这位先生所有了。先生，请问现场解石吗？解。啊。出了！冰种黄杨玉，虽然个头不大，但是30万绝对是赚了呀！
一刀穷，一刀富，赌石确实刺激。不过，也正是这种不确定性背后潜藏的暴力，才吸引了众人趋之若鹜。各位，这块原石是我们从缅甸空运过来的，已经开过天窗了，里边露出来的绿色是极品冰种玻璃种，起拍价300万。这块原石，以我多年赌石的经验来看，错不了。既然是开了天窗的石头，十有八九是没错了。起拍价虽然非常高，但也算正常。这块我跟了，350万，400万，450万，500万，600万，700万，700万。这位小姐出了700万的高价，还有人要跟吗？800万，800万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出价了。如果比我还高，那我只好放弃了。那恐怕要让你割爱了。哎，林远，那一块原石里面根本没有翡翠，相信我。没有人加价了吗？那这块原石就归属这位先生。先生，请问要现场解石吗？是。这怎么可能？这个料子挺好的呀，最起码也该出个糯种的吧？怎么可能什么都没有啊？方舟，你是怎么知道里面没有翡翠的？秘密。嘘。哼，各位先生女士，接下来让我们看下一件原石。各位，这一块也是色泽极好的，也是极有可能开出极品的，起拍价30万。这成色是不错，可这也太小了。这石头只有拳头大小，就算切出来，里边的东西该有多小？除非开出来是极品，否则就算是输率，也绝对是亏的。极品哪是那么容易出的？1000块都不一定出得了一块。30万。30万，这位先生出价30万。还有更高的吗？没有人跟，这块原石就归属这位先生了。这小子30万啊，要打水漂喽！难不成他真以为这里边会出极品翡翠？就算真有这好事，还能落他身上？哎，师傅，慢慢切，先从表皮开始切。哎，如果里边有翡翠，无论怎么切都会显露出来；如果没有，切薄了又如何？得，别说，这30万说不定就是那个人的全部身家了，自然是要小心一些。也是，难怪那穷酸样。出了！极品帝王绿翡翠，这怎么可能？出了！极品帝王绿翡翠，这怎么可能？帝王绿，万里挑一，我之前只见过一次，今天竟然出现了。30万，我也能拿得出来，我怎么就没有出手呢？方舟，你太厉害了，这块原石至少价值300万。那还要多谢你呢，如果没有你带我来这场拍卖会，我也不会捡到这么大的漏。这也是你的运气好。这小子靠的当然是运气啊，难不成还能是本事啊？这小子运气这么好就算了，女朋友也这么漂亮，真要人嫉妒。不要听他们瞎说，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。他是在关心我，他们的话我不会放在心上。林远，我觉得今天我的手气不错，你看有没有看上的原石？我来替你看看。各位，你们也看到了，在我们凤凰拍卖场是绝对可以拍出好东西的。我们闲话少说，继续进行。方舟，你看那个13号是一块靠皮绿，而且种水不错，我打算拍下来。这块是个冰糯种，价格30万，拍下来最多也就赚个3-5万。那块石头的确不错，不过我觉得旁边那块似乎更好。那块吧。你确定你的感觉是对的吗？玉石界有句老话叫不怕大猎，就怕小柳。这块原石呢，就是小柳秘籍，这样的料子根本不可能会有翡翠啊。林远，其实我一直靠着直觉来筛选石头，我认为旁边那块会更好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把这一块和上一块都拍下来，2块我都要了。
又出了！哇，是块冰糯种，差不多值个30万，只能说不赔。这表面多显，小柳秘籍的石头居然还有人买，这不是嫌钱多吗？买这块石头的人呢，一看就是第一次来赌石，钱能交点学费吧？这石头要是能出绿，我直播吃1吨。师傅，还是慢慢切，先从表皮开始。我怀疑里面有什么东西，别损坏了。这么一小块，就连我都能看出来，里边呀肯定没有翡翠。小心驶得万年船嘛。又出了！我操！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这种石头怎么可能开出这种东西啊？墨翠，竟然是墨翠！这墨翠十分稀有，市场价格极为高昂，仅次于帝王绿。这么大一块，这至少价值500万。你不是说如果这石头出绿，你直播吃1吨吗？快给我们表演一下呀！我说的是出绿，这是黑的，不算，不算。各位，我们今天的拍卖会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请你们有序离场。方哲，你真是我的幸运星，这么一块料子里面能开出一块纯种的墨翠，真是太谢谢你了。一会儿我请你吃饭，想吃什么随便点。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今天我请。是你让我拍得这么一块宝贝，今天啊必须是我请。拍卖会结束了，走吧，我带你去认识几个喜欢古玩的老板。行，可以。周老板、李老板，刚刚没看到你们，原来你们在这儿。林小姐，你也在啊？我听说今天这里有原石，我想着拿几块回去试一下自己的手气。不知周老板收获怎么样？哎，我这几次啊，算是看走了眼，买了几块就开出个冰糯种，算是小赔。这是我的朋友方舟，在鬼市经营着一个古玩店，还有一些压堂货想要出手，不知道周老板有没有兴趣？原来是刚刚开出冰种帝王绿的小伙子呀！你这运气实在是不错。我叫周玉，人如其名，特别喜欢玉石，尤其喜欢呀明清两朝大家雕刻的。不知道小兄弟那里有什么宝贝物件？周老板不愧是个行家，明清两朝制玉水平已经是炉火纯青。我那里刚好有一块上好的玉石，周老板一定会喜欢。哦，我手里的玉可是不少，但是能入得了我眼的玉可是不多呀。我那里可是紫刚玉，昆吾峰境终南寺筹定苏州陆子刚的那个紫刚玉。这紫刚玉的名头，在玉石收藏界那可是如雷贯耳啊！早在明朝之时，它的价格就已经极其昂贵了。没想到小兄弟的店里竟然有这么好的东西。不知道你的这块紫刚玉是原版还是旧仿的？当然是原版。好，太好了！还请方小兄弟留张名片，明日我必登门拜访。这2天忙昏头了，还没有来得及印制名片。不好意思啊，周老板，今天出门有些着急，忘记带名片了。没事，写我手上就行。这是我店铺的地址，还请周老板海涵。无妨无妨，明天我一定去。方小兄弟，我也喜欢说话，还有一些文房四宝，不知道……李老板，你怎么知道？我店里刚好有一幅唐伯虎的画作，另外还有一块山西成泥砚，倒是和李老板所投缘。好，那我明天和周老板一样，必定登门拜访。行，随时恭候你们大驾。行，那我就先走了。系统修复。这些修复好的古玩不能摆在柜台上，必须要尽快出手，否则被别人发现我有修复古玩的本事。方小兄弟，来的有点早，不碍事吧？不碍事的，二位请坐。不如先让我们看一下物件吧。当然可以。
这鹰无刀的刀锋，这最后的刻款，还有这上好的和田玉料，没错，这件玉牌就是紫刚玉。这件东西是个大开门的物件，我要了。小兄弟，出个价吧。咱们毕竟是第一次合作，我自然也不能狮子大开口。这样，一口价100万，如何？好，就这个价。小兄弟，帮我包起来吧。不过我还有一个请求。周老板，您说。以后如果再有更好的玉石，一定要记得先联系我。一定，一定。给。啊，我的呢？李老板，你先别着急。哦，慈若美玉，肌若钟磬，此等品相，我生平仅见啊！包壳完整，皮相极好，此等物件市场价30万上下，我直接给你35万，方小兄弟如何？李老板爽快，既然这样，那就按照你说的价格。哇，唐寅之画，融合前人，自成一派，画面布局严谨，造型真实生动。这幅画乃是最标准的唐寅笔法，构图简约清朗，画面层次分明，果真是一派大家呀！这2件东西我也不让你吃亏，总价100万，如何？好，那就按照你说的价格。那我们就不叨扰方小兄弟了。如果以后啊有好东西，尽管来找我。行，那就合作愉快。好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走走，我送你们。老板，隔壁9宫天开张了。开张就开张，能怎么样？那2个人，一个人的车是劳斯莱斯，另一个是兰博基尼。啊？你说什么？那么有钱的主儿，能去他店里买东西？没错，老板。9宫天呢？9宫天，你的店铺我要定了。老板，来个鱼香肉丝盖饭啊！你要跟他走是吧？我对你不好吗？是没有他对你好吗？这个声音好熟悉啊！赵哥，我平时待你不薄，不要离开我。晴雯，我大学时期的死党，他不是去一家珠宝公司上班了吗？赵哥，别离开我好吗？你喜欢的包包、口红，每一样我都送给过你。每次过情人节，我都给你送花，带你去吃西餐。晴雯，你觉得带我去吃一场西餐就是浪漫了？你见过只为一个人开放的游乐园吗？见过所有人都祝你生日快乐的宴会吗？200多的迪奥，你都要思考再三再买。人家孙文直接送了我一套纪梵希，你连孙文的一根手指都比不上。可是那是我的全部了。我还要攒钱买房子，付首付。我想给你一个未来。未来？你还好意思跟我说未来？你说的未来是跟你住在那50多平米的房子，每天只能吃青菜度日，还是继承你这个破餐馆，吃这些垃圾东西？晴雯，我们好聚好散吧，行吗？我们本来就是生活在2个世界的人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和你再也没有关系。赵哥，我求你不要离开我，赵哥，我求你了，赵哥，不要离开我。赵和，老板，我该交饭呢。
不好意思，这位顾客，刚才菜糊了，我只有给你再做一份。晴雯，啊，你不记得我了？方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来，坐。晴雯，你之前不是成为珠宝店的一个设计师吗？怎么现在开了个饭店？还有，你和赵和是怎么回事？说出来不怕兄弟你笑话，我毕业之后确实去当了珠宝设计师，那家珠宝店的经理就是那姓孙的混蛋，他觊觎我女朋友。原本以为我们之间的感情那么深，不会被插足，可没想到，再深的感情也怕钱财。后来我就辞职，来干这家餐馆。再后来的事，你今天也看到了。晴雯，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还能有什么打算？我经营餐馆，混口饭吃。晴雯，这样吧，要不你过来跟我干，和我搭档，怎么样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家其实有个古玩店，只不过呢，前些天出了一些变故。不过现在已经打算重新开张了。你和我一样，学的都是古玩专业，而且你的专业知识在咱们大学里那是排得上号的，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。还是算了吧，我现在连女朋友都没有了，奋斗有什么意义？不是，晴雯，一个赵和就把你打击成这样，这可不是我认识的你啊，晴雯。这样吧，你回去好好想一想，你是跟着我做一番大事，还是说你在这里当一辈子伙夫？你回去好好想想，明天给我回话。来，好兄弟，果然没让我失望啊！晴雯，既然咱们是兄弟的话，我就明说了，你来我这儿1个月，我先给你开1万块钱。等你熟悉所有的流程之后呢，挣的钱3期开。算了，方舟，我看你这9宫天也没什么东西，先拿钱买货，赚钱再说。亲兄弟还要明算账呢，而且你别看我这里没多少货物，但是咱们不缺钱。这钱你要是不收着的话，以后我就不是你兄弟了。行吧，不过这工资啊，我现在减不动，你要有个事儿还能应个急。行。哎，对了，你看前2天我卖了一件提梁壶，那个老板准备让我过去做一份讲解。我正好寻思啊，你不是我们大学里面专业水平最好的吗？要不你帮我忙，你查查资料，到时候咱们一起去。你小子一来就让我当苦力。行了，我过去看看。去吧。喂，赵老板。方小兄弟，好消息！我的那些朋友们听说我得了这么一件宝贝，都说要拿自己最宝贝的物件来比试比试。这场宴会就成了斗宝会，小兄弟可以多拿几件，到时候说不定我那几个朋友看对眼了，也能做上一场买卖。行，赵老板放心吧，那我先准备一件重宝，到时候登门拜访。好，那方小兄弟先去准备，我恭候大驾。好嘞。喂，怎么了？方舟，你现在走了吗？还没有，怎么了？太好了，今天赵志远邀请我去参加那场宴会，我开车去接你吧。行，那你一会儿注意安全啊。系统修复。哎，晴雯啊，
这是清朝的紫砂壶。秦雯不愧是古玩专业的学霸，找他来帮忙果然没错。方老板，没想到你店里还有这种宝贝，这放在一般的铺子里，可都是压堂级别的货物啊！果然啊，跟着方老板就是有肉吃。说什么屁话呢？这些呀，不过是寻常物件而已啊。哎，对了，鉴赏的资料准备好了吗？咱们准备走了。你放心，都在这儿呢。你们两个发什么呆呢？林同学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他们也邀请我了，我来接你们一块儿过去。啊，我们都准备好了，那咱们就先走吧。好。哎，方舟，你跟林大校花还有联系呢？秦雯，你怎么会在方舟的店里？我被之前公司炒鱿鱼了，现在在方舟店里帮忙。他现在是我老板。那真是不错。不过光有兄弟齐心可不够，再过几周就是鬼市1年1度的赌石大会了，正好公司缺个人手。方舟，你运气不错，赌的石头每块都是极品。要不然这次就跟我们公司合作一把？当然可以了，我这边正好还缺几块翡翠，用来撑场。这次要是运气好的话，说不定能直接把铺子撑起来。到时候你给我发个消息就行，我和秦雯一定到场。好，那这件事情就这么说定了。行，走吧。林远来，快进来坐，我给你留了位置。各位，我的那一件提梁壶就是从这位小兄弟手里面拿过来的。同时，这位小兄弟还是一家古玩店的掌柜，手里边可是有不少的好东西。方小兄弟，是该你表现的时候了。各位，这位呢是我的好兄弟秦雯，今天由他来给大家讲解提梁壶。赵老板还请放心，绝对没有问题啊！各位，这是一件标准的汉代提梁壶。提梁壶小口球腹下，下呈3兽足，肩部一侧有龙首流，肩部两侧连以半圆形提梁。此物不仅保存完整，刻画生动，所以这种提梁壶被叫做东坡提梁壶或提苏。不错不错，小伙子是可造之才，讲得不错，岂止不错，关键是讲得太好了，这真是让我们开了眼，确实不错。诸位既然是来斗宝，那就不要藏着掖着了。我要介绍的已经介绍完了，各位是谁想做下一个呢？啊？好，那就请诸位看看我的宝贝。这个乃是清朝的紫砂壶，请大家近距离观赏一下。哎呀，光滑透亮，包浆完整，确实是一件大开门的物件啊！是啊，从这花纹上看，果真是精致无比。这个花纹确实漂亮，自然清新，就是不知道是哪位大家的作品。石匣山人，这是别号吧？这件紫砂壶是清初的老物件，表面光滑圆润，雕刻生动，青蛙、荷花，趣意盎然，没有一笔讲语，却无时无刻不在说语。而石匣山人便是那陈明远的别号。此壶是一个标准的南瓜壶，不仅保存完整，品相更是极佳。方小兄弟，这个紫砂壶我甚是喜欢，可否允我如何？这本是斗宝会，你这恐怕有些不合规矩吧？哪里，各位以古玩会友，哪里来的什么规矩？更何况方小兄弟拿过来的东西太过惊艳，诸位保有心动也实属正常嘛。先不要急着出手，等等，必然会有人出更高的价格。
那个时候再做决定。方小兄弟，这件东西果然是个好东西，我可看上了，80万我拿了。哎，这个紫砂壶我先看上的，你怎么能横插一杠呢？这爱宝之心，人皆有之，还请割爱吧。那可就对不住了，这要是普通的紫砂壶也就算了，但是这个紫砂壶啊，乃是极品中的极品，这我可要跟你争一争了啊！方小兄弟，我出90万，95万。哎，自古古玩平常不超过100万就行，我出100万，你要是能出个这个价格之上，我就让给你了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这个南瓜紫砂壶就是您的了。100万，在鬼市里已经可以买一套差不多的房子了。这一件紫砂壶的确是一件真品，但是拿100万购买会不会有些贵了？方舟总是这样，拿出来的东西总会让人大吃一惊。只不过古玩一行，只要物件摆在那里，价格就不会太差。好，我们闲话少说，接下来呢，不知道谁想自告奋勇呢？下一个，我来。下一个，我来。赵志远和李云清之间的关系绝对不一般。这竟是一件半真半假的赝品。发簪，是我大夏国最古雅的古玩。这个发簪便是蓝金点翠梅花簪，采用特殊的工艺，鎏金而上，更显高贵大气，十分珍贵。那这把簪子是由谁制作的？历史价值到底如何呢？对啊，这古玩光有形而无义，价值也不会太高吧？当然，这蓝金点翠梅花簪乃是清朝最顶级的工匠制作而成，它的主人就是清朝的建宁公主，而且这个梅花上还有文字，写的就是建宁公主所佩，内务府藏。内务府藏？既然这样的话，那肯定就是真的了。没错，这件簪包浆完整，颜色没有一丝一毫的偏差，不愧是清朝的老物件啊！那个时代的技艺果然还是精湛的。请问，你看一看簪首的位置，可有什么问题？请诸位仔细的品鉴。方舟，你还记不记得上一次海省收藏协会会长来我们学校开讲座，讲过造假的事情？我记得当时他还现场拿出过一个物件让我们辨别，结果无人能够认得出来。我记得这一项技术叫现代鎏金工艺。对，现代的鎏金工艺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程度。不过多数是用在制造航空材料以及尖端领域，但是古玩一行也能够使用。没错，想要辨别这一造假技术，需要用硝酸溶解，单纯的黄金并不会有反应，而现代的鎏金工艺确实会产生气泡。晴雯不愧是学霸，这些细节竟记得如此清楚，简直就像是百宝箱一样可靠。李大师，这件东西确实不错，我出30万，能否给我？李大师，50万怎么样？60万，70万。这个簪子我出100万。看来我猜的应该没错了。爸，这100万是我在大学创业时赚的，今天我把它买下来是要送给一个人。林远，做我女朋友吧。赵老板的公子果然年轻有为啊！是啊，在大学期间就赚了第1桶金。想当初我30岁才100万，拿100万给女朋友买礼物，就这气场，连我都自愧不如啊！这么出色的小伙子，这个姑娘也不错。刚才言谈举止得体大方，为人处事八面玲珑，两人堪称是金童玉女啊！那不如帮帮他。答应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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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方舟，于情于理，你也应该帮林渊一把。只要把我的方法公之于众，就能够让赵志远原形毕露。等一下，这个簪子它有问题。方舟，你什么意思？你第一时间不说有问题，非要现在才说有问题，我看你是见不得别人好啊！我也是刚刚才发现，只不过现在才讲了出来。我们学的都是古玩专业，这看出来看不出来不过是一眼的事情，哪有现在才看出来这些？依我看，你是故意拆我台吧？也难怪赵志远如此愤怒，就这样重要的场合，竟然还有人来搅局。难不成是方舟也喜欢林渊？方小兄弟，
在古玩这行，讲究的是一个信誉，是不是赝品，你也不能随便说呀。更何况，这个簪子还是我经手的。敢问方小兄弟，这件东西哪里有问题？各位，是这样，在1年之前呢，海省协会的收藏会长曾经来过我们学校，讲了一场讲座，其中便给我们讲解了现在的一款造假技术。他告诉我们，一般来说，单纯的造假，如果是全假的，很容易会被看出来。所以说，他们一般会用半真半假过来坑骗我们。就比如说吧，一个茶壶，壶身是真的，壶底却是假的；一个黄花梨木的椅子，它的椅背是真的，可是它的椅腿却是假的。而这件簪子就是这样的技术。绝对不可能！这个发簪我已经找过专门的实验室去测量过，无论是重量、造型，还是蕴含的技术含量，还有这个簪子的全身，根本没有任何分别。这足以说明这个发簪绝不是假的。这便是这种造假技术难以区分的地方。这一块确实是蓝金，不过这是现代的蓝金，和原本的早就不是同一个东西。那按照你这么说，连实验室都测不出真假，那应该如何判断？它虽然是黄金，但是为了和周围其他材料相同，早已改变了其中的成分。如果想知道，只需要用到硝酸溶液，便可知道是不是仿品。这样，各位，不如我们来试一试，便可知真假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这个簪子现在是我的，我不同意。这个簪子对我的意义极其重大，是我要送给林园的。如果泡进硝酸之中，损坏了怎么办？这个簪子的价值最多只有50万，可刚刚的70万已经是顶天的价了，而你却直接报出100万的价格。方舟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愿意给林园花钱，怎么了？我在乎林园，我喜欢林园，就算是100万，在我这里也不过是眨眼的事情，我根本就不会在乎。方老板这管的也太宽了吧？这一个愿意卖，一个愿意买，和他有什么关系？就是啊，我看他就是喜欢林园，还不愿意花钱，吃不到葡萄嫌葡萄酸呢。方老板，你这古玩店里也有不少好东西，这挑一件送给林园，也比送给别人强吧？这样吧，如果说最后的检测结果说这个是真的，那我就赔你200万，怎么样？这方老板这么有底气，难道咱们错怪他了？难不成这簪子真有端倪啊？200万，女人在我这里哪里能用金钱来衡量？我告诉你，今天不管你给我多少钱，我都不会把簪子去给你去做什么子虚乌有的检测。既然这个簪子是你送给我的，那它就应该属于我了，对吧？那当然了，无论你想要什么东西，我都会给你。既然它现在是我的了，那我选择让方舟对这个发簪进行检测。林远，我送你的东西，难道你还不相信吗？方舟，去检测吧。赵公子，现在你还作何解释？这究竟怎么回事？这个簪子为什么会是假的？赵公子，你也不必谴责，现在这个造假的可是用了最新的技术，一般人看不出来也算情有可原。确实是我眼拙了，真没想到还有这么神奇的手段。今天啊，是我大眼了。赵公子，这些东西既然是从我这儿买的，这100万我愿意退回。同时啊，也感谢方兄弟慧眼识珠，让我开了眼。林远，我实在是没想到这个簪子居然是假的。我发誓，以后如果有更好的东西，我一定会买给你，向你赔罪。学生只是恰巧听过这样一个讲座，这件赝品恰巧撞了我的枪口，两位不必介怀。不过学生想要加入山省收藏者协会，不知道李大师能否满足了我这个愿望？你在古玩上的造诣确实是后起之秀，不过这样加入收藏者协会，我说了不算，得会长同意，所以学生只是想请李大师帮我写一封推荐信，可以吗？这写一封推荐信而已，也就2笔的事儿，这李大师不会不同意吧？对啊，这古玩收藏协会难道不应该提携后人吗？
方兄弟才华横溢，不就是一个推荐信吗？当然可以。多谢李大师帮学生圆了这个梦。无妨无妨。感谢方老弟为我避雷，实在感谢。林远，我对你的感情绝对是天地可见。虽然我今天并没有买下那簪子，但是我发誓，以后再碰到更好的，我一定会买给你。志远，别再演戏了。我的老师也是山省收藏协会的会员。刚刚我拍了李云清的照片，让他辨别，但是我的老师却说李云清根本不长这个样子，他就是一个骗子。你究竟是谁？竟敢用李云清的名字，还让我带你进来这里参加宴会？说，这一切是不是你计划好的？赵公子，不必着急，这件事情恐怕是另有隐情。究竟是如何，就让我来逼他一把。李云清，你可知道冒充收藏者协会的会员是怎样的罪名？再加上，如果你之前隐瞒了另外一件事情，在等你的是我和其他人的指控。不是这样的，我不是主谋，是赵志远，是赵志远让我做的。什么？这李云清是赵志远派来的？原来是赵志远想空手套白狼啊！这赵志远的心机也太龌龊了。你个骗子，说什么呢你？当初是你表明身份，我才把你带到这来，现在你还想坑我？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不要起诉我，一切都告诉你，是赵志远找的我，让我假扮李云清参加这个什么斗宝大会，还给了我一个簪子和一堆资料。我其实这件事情我只是个参与者。之前我也是古董商人，可是因为打了眼全赔了，而且还背负了巨额的债务。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，我要是进去了，那些催贷的肯定不会放过他们。求求你，我求求你不要起诉我，不要起诉我。如果不是我觉醒了系统，现在恐怕我爸也会和他一样吧。好吧，放心吧，我是不会举报你的。不过你可记好了，以后再也不要做违法的事情。谢谢，老板，我错了，我以后绝对不会这么做了。兔崽子，还想给老子丢人丢的不够吗？赶紧给我滚出去！林小姐，犬子做错的事情，我以后绝对不会让他在你面前出现。方小兄弟慧眼识珠，早日戳破。作为他的父亲，我谢谢你。方舟，谢谢你。方老板，那个，我想跟着你看，我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，但是我跟着你啊，肯定能带来不少惊喜。我之前啊是个跑道的，累积了不少人脉，而且您这个9宫天之前不是出事了吗？你们的物件可是不多呀。你这情报倒是挺及时的呀。哎呀，都是讨生活，什么及时不及时的。我在晋省那边还认识一些人，倒腾土货和水货的，到时候也能带来一些物件。不管你需不需要这些老物件，但是也总得有包袱斋的人上门给您估价的吧？我对这方面不多说，最少是半个专家啊。您看，这家伙确实是一个老江湖了。9宫天现在也的确需要这样的人才。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郑天成，你叫我老郑就行。好，那你明天就来9宫天来上班，底薪我给你5000块钱一个月。如果收到好物件，你拿1。哎呀，好嘞，你放心，我肯定好好干。我现在啊就去联系那些人，到时候啊就会有源源不断的物件送过来。成，进屋谈。哎呀，请问这里是9宫天吗？正是。那就对了，我是包袱斋老冯，今天来是有几样东西，想让掌柜的给长长眼。包袱斋可不容易啊，走南闯北，
而且有时候还要窜货场。不知冯先生今天带了什么好东西？方掌柜的爽快！今天啊，我还真淘到了不少好东西。这是第一件，您给长长眼。这东西可是费了我不少的力气，那农村人没什么见识，非要拿这东西当个传家宝，这我好说歹说，还是花了鞋价才拿下来的，明朝末期的。您瞅瞅下边，刻的可是芝山，祝枝山呐。秦雯，你上手看看。这是典型的煮杏法，用上了年头的蜜蜡煮匀，然后再均匀的喷洒在木料上。不过可惜了，太过急于求成，蜜蜡也不是很好，它的火候啊不够。哎呀，冯先生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这祝枝山在明朝也算是一号人物，我如果没记错的话，祝枝山是明朝中期的人吧？您却说这个物件是明朝末期的，这能对得上吗？哎呦，这打眼了，打眼了！冯先生，这样做可不太地道啊！这是欺负我二人年纪轻吗？这岂敢岂敢！这次啊，确实是我打眼了。不过方掌柜的，您的眼睛是真毒辣呀！这件东西是假的，不过我还有别的，您要不再瞅瞅？哼。得了，让方掌柜的见笑了。下次有好货，我再来找您。哎，冯先生，您这跋山涉水过来一趟也不容易，我也不能让你走空吧？这样，您还有什么别的好东西，都一并拿出来。方掌柜果真是个大善人呐！就冲您这性格，今天的货我全按行价给您了。这件玉佩是我在货场里捡漏捡来的。这块石英表上面刻的可是内务府造办处，是当初清朝和那帮英国佬一块造的表。这是宋朝的一件瓷器，叫雕花藤蔓花盆。这当初买这花盆的时候，里边还种着花呢。这个花盆我可是花了足足10万块，差点没把我老本都搭进去啊！不错，上面的图案脉络都非常清晰，这雕工也不错。可惜了，在上面这儿有个缺口，价格也不高，而且就是个花盆。而且这个我没记错的话，它也不是宋朝的，而是明朝的。哎呦，那个是我记错了。您瞧我这脑袋，年龄大了，有点不能用了。秦雯，你给他估算一下，看看值多少钱。要是完整的话，值个3万块没问题。可惜缺了个口，破了相，最多8000块。冯先生，您这也听到了。别看我们这位先生年轻，但是估价却是很准。方掌柜的，我实话跟您说了，这东西是我2万块钱收上来的，这8000确实太低了，就算10本也不能拾太高啊。这样吧，冯先生，我看您从包袱摘过来也不容易，这样给个痛快话，1万块钱，您要是满意的话我就收下，您要是不满意的话，您要不就去别的地方看看。方掌柜也是个爽快人，哎，1万就1万吧。行，那我们合作愉快。方老板，哎，老郑，今天来这么早？既然是第一天上班，当然要给领导留个好印象。哎，方老板，昨天是不是有一个包袱摘的人过来了？来过，是有一个叫老冯的来过。老冯，这家伙可是无利不起早啊！他的套路就是拿出一些高仿，测试一下买家的眼力，然后再卖一些不值钱的玩物。不过这小子一直在山省北部活动，怎么会来了鬼市？老冯的行为还真和老郑说的一样。
唉，这间店怎么连一件看得上眼的东西都没有？掌柜的，把你们这儿的尖货拿出来，让周总过过目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九宫天的存货呢，现在不是很多。如果说您的眼光比较高的话，建议您啊，先看上我们店里的一样东西，你们再来议价。如果没有看得上的话，不如去别家看看。周总，要不然我们去别的店看看，这儿着实没什么好东西啊。掌柜的，这件……周总，请见谅，那件呢，我们不卖。物价摆在这里，哪有不卖的道理啊？让你拿你就拿，我们有的是钱。这件花盆不错，我有点看上眼了。方老板，同行里面您之前是不是得罪过什么人呢？什么意思？哎，他呀，不是老板，他说话的时候眼神往下看，而且看货的速度那么快。哎，你说就这个破花盆，正常人谁会看呢？而且啊，我看他的动作神态，压根儿啊就不是收藏古董人。寻常人呢，一定是问东问西，然后啊把价格打低。他直接说这个花盆不错，说看上眼了。古玩行有一句话，如果先表明兴趣，就不好压价了。如果他就是个老板，只不过是因为刚进入古玩行，想要买2件收藏呢，不还价，可能是因为他不缺钱呢。这种情况基本上不可能。能入古玩行的，那都得小心翼翼。再说了，就说有钱也不能这么花呀。所以说这是个杀猪盘，方老板，你可要小心呐。昨天刚刚收了东西，今天就有人找上门来，出现的时间确实太不凑巧了一些，但是谁会给我下杀猪盘呢？果然是何姐妹。这花盆我要了，直接打包吧。不好意思啊，周总，我们这个花盆呢是有点贵。什么价？100万。掌柜的，你这也太坑人了吧！这只是个花盆，你竟然卖100万，你想钱想疯了吧？反正呢，价就是这么个价。您要是愿意要，那您就拿走；要是不要的话，我们也就不强买强卖了。只不过呢，钱我1分都不会少。周总，我们还去别的地方看看吧，有好物件的可不止这一家。无妨，这些钱9牛1毛而已。掌柜的，直接打包吧。不过，我这人做事喜欢起草合同，这份合同签过之后，直接打款。我这，哼。这个瓷器原文写的是明朝，现在给您改成了宋朝，没问题吧？当然没问题。嗯。哎呀，方老板呐，这刚才把文件都拿出来了，这肯定是要杀猪啊！你为什么还把东西卖给他呀？老郑，你就相信我吧，这件事我会处理得了。这一次，不光九宫天不会吃亏，而且还会大赚一笔。啊！何老板，那九宫天还真是黑呀！就这么一个花盆，就要卖100万？没关系，他吃进去多少，我就让他吐出来多少。
合同呢？拿到手了吗？嗯。这怎么只是说了是宋朝物件？标准应该是宋朝花盆儿。何老板，这……算了，这个花盆儿不过是明代的仿品，不是宋朝的物件，差不多。那何老板，那个酬金……这是1万块。几天之后那场戏，如果演得好，再给你加1万。好嘞，您放心，何老板，下一场戏我一定好好演。那我就先告辞了。方舟啊，方舟，这一次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跟我斗。就这个啊，我感觉你这事儿就不好你个方老板，当初你口口声声说这是一件宋朝的物件，没想到是一件明朝的旧仿，一件赝品，你卖我100万！我告诉你，我在鬼市这么多年，还没有人敢欺骗我。这件事，我一定要请我的私人律师，让你付出代价。方舟啊，你是我的邻居，我一直都以为你是一个好孩子，但你怎么子承父业，也做出这上梁不正下梁歪的事情？方舟啊，你真的是太让我失望了。方老板，我是鬼市收藏协会的会长何景明啊，是我老朋友。今天我听说他带朋友来买了一个花盆，是个赝品。我生平最痛恨的就是卖赝品的古董商，我要让你们这些商人知道下场。金会长，您先别生气，有什么事儿我们坐下来聊。有什么好聊的？今天你要么赔偿我10倍的价格，要么我们准备法庭上见。告诉你，如果这件东西是赝品，那我方舟自然不会拖延。但问题是，它如果是真的呢？真的？开什么玩笑！金会长已经看过了，这就是一件明朝的仿古。你还在狡辩什么？方侄儿，金会长在古玩上的造诣，在这鬼市之中，都是能排得上号的。你说这件东西是真的，岂不是在往金会长身上泼脏水？不，我绝对没有半分贬低金会长的意思，只不过这个物件绝对是宋代的物件，这一点绝对不会错。方舟啊，方舟，如果这一件东西真的是宋朝的东西，我何景明这对招子不要了，摘下来送给你。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的分明，如果不是宋朝，10倍赔偿，也就是1000万。方老板，你还是去凑钱吧。要是实在拿不出钱来，这间铺子还是值不少钱的。那恐怕要让何老板失望了。不错，方贤侄这是准备痛改前非，把这一件仿品砸掉，好重振名誉嘛。不过方贤侄啊，古玩这一行，买卖赝品的事情一旦发生了，可就印在身上了。再在这一行混下去，基本上是没可能了。这是青铜斧啊！周总，何老板，你们2位可认得这上面什么字？造于元丰。元丰可是宋朝的年号吧？咱们的合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写的是宋朝的物件。那么这样一个青铜斧，算不算是宋朝的物件？金会长，您看这件青铜器能卖多少钱？
这个东西啊，要是完整的，至少价值100万上下。可惜啊，这个青铜斧破坏严重，品相也极差，最多啊也就卖10万块钱。方老板，让您见笑了，我实在不知道这个花盆里面内有乾坤呀，不好意思，抱歉。何老板，要去哪儿啊？现在花盆的事情已经解决了，但是还有另外的事情需要何老板讲个清楚。什么？从古至今，古玩这一行，打眼捡漏者不计其数，即便是自己看走眼，也只能咬碎牙往肚子里咽。学艺不精，自然没有颜面说什么讨回一个公道。只是今天，何老板对我做了一个局，是不是该给我一个解释？哼，方舟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2天之前，有一个包袱斋的人来到九宫天卖货，卖给了我一件青铜器。第2天，就有一位姓周的人来店里买货。这一买一卖，时间也太过凑巧了。我是周总的朋友，他在这儿买了一个物件之后，回去心中不安，让我来看一下，怎么了？啊，我何景明光明磊落，哪里会设局来陷害你？我看你是得了妄想症吧？是吗？那么我请问何老板，这个视频中的2个人是不是有些熟悉？是不是有些熟悉？周总他们2个是演员。他们2个是演员，又能怎么样？演员就不能买古玩了吗？我又没联系他们，我们只是朋友。哦，是吗？这上面可是清清楚楚能看到你给他们钱呢。方舟，你这是在侵犯我的隐私权，我要去告你。告我？那么我要请问，在我们大华国，在公共场合获得一些监控录像，哪一条法律写过这是侵犯隐私？你，方老板，你果真是后起之秀啊！这个东西没有10几年的阅历，根本发现不了其中的玄机。方老板，你果然继承了老方所有的本事啊！不过话说到这儿，我倒有点好奇，老方啊也是仁义之人，怎么会突然卖起假货？不瞒您说，我爸也是上了何景明的当，被一时的利益冲昏了头脑，因此上了杀猪盘。我跟老方也是老朋友了，这次没有帮上忙，挺愧疚的。这样，以后啊有什么事儿尽管来找我。会长，话都说到这儿了，我们的确有个小忙，想请你帮一下啊，但说无妨。你也知道，我们九宫天啊，虽说是小有名气，但是缺少人来撑场面，想留下您的墨宝，如何？老郑，这可万万不可！人家金会长在股市之中也是响当当的大人物，你这样留下一副墨宝，万一出了什么事情，可是会牵扯到人家的名声啊！这件事情万万不可！金会长，实在不好意思，下属有些不懂规矩，给您添麻烦了。这都是小事儿，九宫天啊卖的都是真品，不会有任何假品的。对，所以说也不会牵扯到我什么的。那就有劳金会长了。这样，现在时间也不早了，回头啊我让人送过来，我就先走了。金会长，请留步啊。我这里啊有一副云子，今日咱们有缘，正好把它赠予你。我这副云子呀，古朴浑厚，手感舒适，而且价值不是特别高，正好可以用来送给您，也算是报答了您为我们留下墨宝之名。方老板，这有点不合规矩了吧？要传出去，恐怕有不实之名啊！金会长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我只不过是太喜欢您的墨宝，所以说才做出如此举动。这怎么算是落人口实？好，既然如此，就感谢方老板了。多谢金会长了。好，我就先走了。留步，金会长慢走。方舟，你怎么知道
这花盆里面有一件真的宋朝老物件，咱们上学的时候我可不知道你还有这造诣呢。我跟你说呀，很简单，这个花盆比起一般的花盆要重上许多，而且在落地的时候隐隐有一股金石相撞的声音，说明里面一定有一件青铜器。按照花盆的制式，里面的东西只有可能是符，而在大华的历史上，符在宋朝用的最广，其余朝代之中几乎没有出现过。方正，没想到你还有这样的心思，我就说跟着你准没错吧？哎呀，我虽然跑道多年，但是这种鉴宝方式我还是第一次见到，果然是让我大开眼界啊！哎，对了，那你是怎么得到那些视频资料的？啊，是这样，上次你不是提醒过我吗？所以之后呢，我就留了个心眼儿。咱们鬼市本来就不大，人也不多，于是呢，我就找人打听打听，顺藤摸瓜，很容易就能找到何景明的踪迹。哼。喂，怎么了？方舟，今天的赌石大会你不会忘了吧？啊，我早就已经收拾好了，要不我现在过来接你？一旦报上去，那就是上面。行。二位，我要去参加赌石大会了，先走了。哎，好。林远，你来了。这两位是？这是山省便于世家的子弟周通，一手便于的本事无人能及，是我爸5千万高薪雇来的。幸会。这位是李烨，是公司里的销售经理，今天是和我们一起来开开眼的。啊，幸会。快走吧，大会就要开始了。走吧。哟，这不是林家的大小姐吗？今天怎么有空出来玩啊？这么大的场合，我自然也要来。走吧。好了，各位，我们今天的玉石展览会就要开始了，请大家有序落座。好了，各位，我们今天的玉石展览会就要开始了，请大家有序落座。这人是谁啊？张家未来的接班人张明，家里是做珠宝生意的，跟我们家是生意上的老对头了。承蒙各位大驾光临，来参加我们今天的玉石展览会。在座的都是大人物，那废话我就不多说了，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的公盘拍卖会。首先，请大家赏眼的这一块翡翠原料呢，是老长口出产的，具体怎么样呢，需要大家自行判断。起拍价10万。竟然没有一丝光芒。30万，40万，50万，80万，90万，100万，140万。小姐，照我看来，这块料子十分不错，翡翠表皮带松花，这是必出货。而且你看侧边有条淡淡的蟒带，这是堵色料的高货。小姐，虽然我不是很懂石头，但是我觉得周通说的很有道理啊。这在场的大家都在叫价，肯定不会错的。像这样的料子一定能开出好东西，而且很有可能是满料，而且很有可能是冰糯种。就算不是满料，只要能开出来也够了。只要价格在200万左右，我们就能拿下。方舟，你怎么看？我觉得这块料应该是块废料，还是别拍了。这位小兄弟，你懂赌石吗？周通可是我们公司的首席鉴别师，你难道有什么更好的见解啊？要不你说说看？话也不能这样说。上次方兄弟我看他就选了一块上好的石料，他这种运气我也是甘拜下风。小姐，虽然我不是很懂石头的鉴别，但是我做销售经理也有几年的时间了。我觉得周通说的还是挺有道理的。你的这位朋友要是有不同的见解，好歹也说出个原因来呀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就是直觉吧。小姐，这块料子我有8、9成把握，我们完全可以赌一下。是啊，小姐，周通说的有道理，而且这里这么多对手，公司的人也在。要是我们能够拍下这块好料，也是给咱们公司长脸面的事情。好，150万。9号林小姐出价150万。哦，我还以为林小姐今天来只是当个看客，那我也不能落后呀。160万。哟，林小姐和张公子都在啊，怎么能少了妹妹我呢？170万。赵氏集团的赵媚儿也来了。赵氏集团的赵媚儿也来了。小姐，
继续叫价吧。这块石头我感觉至少能开出300-400万以上的冰诺种，如果运气好的话，说不定还能开出帝王玻璃种。现在价格完全可以接受。虽然我知道这是块废料，可是我却没有办法解释，怎么办呢？哎，林媛，要不还是算了吧。我总感觉这是块废料。哟，林姐姐，怎么不继续拍了？是不是出门走得着急，忘带钱了呀？只要你告诉妹妹我一声，我借给你就是了。小姐，赶紧加价吧，这么好的料子要错过了就很难再遇到了呀。好吧，我出240万。9号林小姐出价240万，还有没有更高的了？林氏集团的大小姐果然是财大气粗啊，妹妹我就让给你了。240万一次，240万2次，240万3次，恭喜林小姐。林小姐，您需要现场解石，还是我们给您送过去？小姐，现在就解吧，让他们开开眼。那怎么解合适？就沿着那条蟒带对切。好嘞。怎么可能？这可是翡翠皮带蟒带，怎么可能会这样？哟，林姐姐，看来你这次眼光也不怎么样啊，这好像连零头都没赚到吧？哎，小姐，这赌石本来就存在风险的，人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呢？周通啊，只是不小心看走眼了，而且这200万也不是什么大钱，周通肯定能帮公司赚回来的。林媛，我觉得周通目的是好的，毕竟也是为了公司能够赚钱，而且大家都觉得他是块好料子，可能有个误会，所以说你也不要太怪他。等下拍卖会结束之后，我帮你赚回来。赚回来就凭你？这一次啊，就连周通都看走眼了。周通可是我们公司的首席鉴别师，难不成你比周通更厉害？哎，你们拍卖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连这种沙皮石也拿出来啊？哼，第一块料子好歹是个翡翠皮带蟒带，这次谁连垃圾都拿上来了？我看你们简直是在浪费大家的时间。就是，第一块原石虽然林小姐没有开出来，但至少外表还看得过去。这块石头实在是太过分了吧！各位老板，我们拍卖行的信誉你们是知道的，不然今天大家也不会赏脸光临了，不是吗？这赌石没有切开之前，里面到底是什么样，谁也不能100%的给您保证。这点我相信大家比我更加的清楚。而且这块赌石虽然外表不怎么好看，但是确实是老厂口出产的。接下来我就不多说了，留给大家自行辨别。起拍价20万。多少？这块垃圾比刚才那块还贵10万。哼！而且这形状还这么不规整，起拍价这么高，我看还是等着流拍吧。小姐，这块石头我们没有必要再参与了。你看它的表皮全是沙皮，能开出来碎冰就不错了，而且外表也不规则，就算有料的话也会很少。这种石头连我们公司大门都进不去。林媛，把它拍下来。我说这位兄弟，刚才我们要拍你不让拍，现在又说不出来个原因。这块石头谁都看得出来是个垃圾，你又让我们拍下来，你是存心想让我们出丑吗？还是你是赵家张家派来的卧底啊？不是，我刚才都说那块石头不好，你们非要硬开，结果呢？好，周通既然已经说过要开了，他已经说过原因了，那你要开，你倒是说说呀。够了，李经理，请注意你的言辞。方舟是我朋友。是，小姐，我也是为了咱们公司着想呀。这么多公司的人都在，我是不想看咱们公司丢脸呀。我知道你是为公司好，但是也请你尊重我的朋友，不然你先回公司去吧。是，小姐。你是说让我把这块沙皮石拍下来？30万。9号林小姐出价30万，还有更高的吗？30万一次，30万2次，30万3次。恭喜林小姐再次赢得竞拍。林小姐果然与众不同，看来我们还远远达不到林小姐的高度啊！惭愧，惭愧啊！
林姐姐怕不是刚才输钱了，着急要证明自己，那也不至于拍下这样一块石头呀。你要实在没钱，给妹妹我说一声，妹妹我借给你就是了呀。这块石头是好料还是废料？现在说也太早了吧。我劝你啊，还是少说两句话，省得一会儿气到心肝上，而且没地方买后悔药。你敢说这是一块好石头？那你敢现在就解释吗？你要是能开出来好石头，我赵妹儿给你端茶倒水，再喊你一声大师。既然赌局已经成立了，那我们就开始赔吧。如果这不是一块好石头，你林园就需要当众承认，你们林氏集团有眼无珠，拍不到好料子。不行啊，小姐，这要是输了，咱们公司的招牌可就砸了呀！这现场可都是各大公司的代表呀。小姐，这赌局不能解，这石头一看就是块废料，他这是挖坑让你往里跳。怎么了，姐姐？是不敢赌吗？大不了让你身边那个小子过来给我赔不是。这件事情我们就这么算过去了。好，我跟你赌。既然要赌，那就赌点大的。我也不要你端茶倒水，也不用你叫我大师，毕竟我都是全凭感觉，我也不会赌石。这样吧，你要是输了，你就写块牌匾，亲自送到林园的公司，上面就写着祝你生意兴隆，财源广进，敢吗？有什么不敢的？赌就赌。我还以为你什么大师呢，原来是靠感觉。我们现在就赌。好。原来是一个不懂赌石的废物小子，也敢口出狂言。我倒要看看一块沙皮石能开出什么东西。小姐怎么能轻易答应赵小姐呢？她这是故意来激你呀！小子，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方法迷惑了小姐，但是你知道你干了什么吗？用一块垃圾料跟人家赌这么大，要是输了你承担得起吗？你们两个够了，我说了，方舟是我的朋友，请你们尊重一点。就算输了，我也会自己去跟父亲解释的，就不劳你们费心了。而且我相信方舟。放心吧，你这么相信我，我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小子，一会儿看你怎么收场。小子，你搞什么鬼？该不会是一时冲动答应了赌局，现在在故意拖延时间吧？我说林姐姐，你还不如现在认输就算了。师傅，先顺着这条线来开个窗，这么多线条可能有些复杂，能行吗？小兄弟，有点东西行，不过比这更复杂的我都切过。你这么说就是怀疑我的手艺了。装神弄鬼，等下开始了，我看你拿什么装。来，哇，出货了！冰诺种翡翠，第一刀就见翡翠了，真的出货了！方舟，你太厉害了！才一刀，不过是开窗见料罢了，说不定下面全都是废石。师傅，继续切吧。好。哇，这料子绝了！这么大一块，这能做上百件镯子，起码这上千万啊！这位兄弟真是眼光毒辣，不仅看出来这块石头的真正价值，而且这一手线条更是完美的将里面的翡翠刻画了出来，稍微歪半厘米都会破坏翡翠的完整度。徐某经营玉行20年，都未曾见过如此精湛的手艺，徐某佩服。不知小兄弟在哪儿高就，有没有兴趣来我们徐记一行来任职啊？过奖了，这赌石本就是讲究一个赌字，我只是运气好罢了。这怎么可能？这不可能！赵小姐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我相信你不会赖账吧？记得把牌匾送到林氏集团哦。哼，不劳你费心了。恭喜林小姐
仅用30万就开得了价值1000万的翡翠，这也是我们拍卖行历史性的一刻。让我们再次恭喜林小姐。各位老板，这块翡翠原料同样是来自老厂出产，据说可以开出极品玻璃种，起拍价50万、60万、 80万、 90万、 100万。方舟，这回我们还拍吗？我觉得还是别拍了，毕竟你刚刚赢了上千万了，肯定会有眼红的人恶意竞价的。而且在场的赌石高手这么多，咱们也不一定讨得到什么好处，还是等一会儿的交易会吧。好。方舟，难道你真不明白我的心意吗？300万、 380万。恭喜徐老板，以380万的价格拍下了我们本次拍卖会的最后一块原石。各位，我们今天的拍卖会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光临。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交易会了，会场就在拍卖会外面的露天会场，已经有很多商家在等着各位老板了，请大家和我一起移步过去。走。刚才拍卖会里有很多原本也是商人，只不过不是每个人都能参加拍卖会的，像他们都是有资格被邀请的，而大多数人是没有资格的，都只能来参加这些交易会。也有很多像我们这样进来不拿原石出来卖，只是购买的客人。小姐，我先视频一下。小姐，那我也跟周通一起去吧。好，去吧。方舟，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？你不是打算买些原石回去吗？等下我帮你挑3块好点的，然后我自己也要买一些。9宫天里的物件还是太少了，买些翡翠回去也是不错的。好，那就一起吧。哟，这不是林小姐吗？这么巧，我们有段日子没见了吧？我还以为要在林老爷子的寿宴上才能再见到你呢。唐先生，确实挺巧的，在这儿都能碰到你。唉，林小姐你来了怎么不跟我说一声？我好安排林小姐去内会，那里才是精品，绝对不会让你落空的。不用麻烦了，唐先生，我只是随便逛逛，而且我觉得外面挺好的。哎，这位是？这位是我的朋友方舟，今天和我一起来交易会看看。方先生您好，唐家唐玉楼。唐先生你好，方舟。不知道方先生是什么家族，何处高就啊？我不是什么家族的人，我只是普通人家，现在开了一家小店，不足挂齿。唐先生，我们还有事，先不打扰了。方舟，我们走。你怎么不问我唐玉楼是谁？林家家大业大，认识一些大家族的少爷也很正常，我没必要多问。他是唐氏家族的唐玉楼，他们家现在是鬼市最大的家族之一，在省内都有很深的地位。谁要是能攀上唐家的关系，就能一步青云。而其他几大家族，林家、张家和赵家都针锋相对，都在等待将其他人吞并的机会。唐玉楼一直以来都在追求我，而我家也一直想跟唐家联姻。过几天就是我爷爷的寿辰了，到时候唐家可能会在寿宴上提亲。方舟，我不想嫁给唐玉楼，我不想嫁给唐玉楼。别看他表面是个正人君子，实际私下根本不是这个样子，生活作风很有问题。他的女朋友换了一个又一个，而且始乱终弃。据说他连私生子都有了。方舟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你就像天上璀璨的明珠，而我家只是个普通家庭，我怎么能？你如果不想嫁给他的话，你可以跟家里说清楚，他们总不会勉强你吧？行，我知道了。谢谢你今天陪我来参加拍卖会，交易会就不麻烦你了，我去找周通他们了。哎，林渊，对不起，现在我给不了你任何的承诺，不过我一定会用最快的速度站到和唐玉楼一样的高度的。走吧，走了，谢谢老板。哎，老板，你这摊位上的原石看起来还不错呀。小兄弟真是慧眼，你随便看，看中哪块跟我说，价格好商量。行。哎，老板，我看你抱着一块石头往后面走，那块石头怎么了？啊，你说这块？这是我一朋友在别处购买的，让我帮忙开窗看看。哦，这不两面不见色，他就说让我当废料处理了。怎么，
你有兴趣？没有，我就随便问问。老板，这块石头多少钱？你可真有眼光，这块啊是我最好的原石。哎，老板，咱明人不说暗话，你就说多少钱吧。小兄弟是个痛快人，我也不跟你磨叽，100万您拿走。100万您拿走。100万，高了高了。要不你说多少钱？50万，行的话我就拿走啊，不行的话我现在就走人。10万，你这砍的也忒狠了，要不再加点？行吧，这样我最多给到60万，把你手上那块也给我一块加上去。这块石头我朋友也是花了50万才买下来的，这岂能让我白送给你？加上这块石头怎么着也得80万啊！老板，我都这么有诚意了，那别给我兜圈子了。你这块石头两面开窗都不见色，肯定是块废石。我也不过是拿回去看看能不能切出来一块吊坠的料。哎，全给我了，好吧？哎，行吧，60万，你拿走吧。哎，老板，爽快，来，付过去了啊。我带你去登记一下，您留下地址，稍后主办方会派人将原石给您送去。行。方老板，你怎么也赌石了？这儿还有一块切废的料子，你也买回来了？哎，是不是被别人骗了？我不过就是买了几块石头，瞧你们两个一惊一乍的样子。咱们现在正缺钱的时候，你还花钱大手大脚。你说你要买古玩，我就不说你了。毕竟我承认你还有看古玩的本事，可是赌石水有多深啊？有多少人在上面倾家荡产？好了，我都说了没事了，你们等着瞧，相信我。走，搬进去。这9宫天怎么还卖上原石了？对啊，之前收碎片，现在又搞上赌石，这9宫天的老板真是异于常人呐。这9宫天的少爷呀，还是太年轻了。他老爸把店整亏空，他想把店救回来，但靠着赌石还是太冒险了，不可取喻。这么多人，这不是打广告的好机会吗？各位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！最近我们9宫天又上新了不少上好的古玩，欢迎各位今天来看看。方老板，你这几块原石打开给我们几个瞧瞧呗。对呀，我们大家伙还都没赌过石呢，让我们开开眼呗。啊，他会赌个屁的石，等着把裤子都输没吧。何老板，我的事情还轮不到你来操心，还是管好你那1亩3分地吧。有本事把石头拿出来切开，我倒是想看看你有什么能耐，这么嚣张。石我肯定是要解，但不是现在，毕竟我也没有解石的机器啊。你要是真想看好戏的话，明天上午9点还在这儿，到时候我会请一个上好的师傅现场解石，到时候结果如何一目了然。各位，如果明天你们想看好戏的话，欢迎各位上午9点钟来到这儿。还有啊，我们9宫天最近上新了不少上好的古玩，你们有想买的或者想卖的，都可以来我9宫天。哎，师傅，哎，是你？你是刚才那小子？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师傅您好，我是方舟，我是古玩街9宫天的老板啊。我想请你明天去店里帮我当众解石。去你店里解石？不好意思，是我没有说清楚。是这样，明天会有很多人到我店里去看我当众解石。哦，不过也有很多人是看我出丑的。我这个人也不会什么解石，我也不认识什么赌石界的老板。刚才我在拍卖会上看到您的技艺，让我叹为观止，所以我想请您前去解石。当然，报酬还是按业内规矩来算，不会让您白白帮忙的。哎，方老弟，别师傅师傅的叫，听着怪别扭。我叫王铁汉，看着比你大几岁。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叫我老哥就行。行，王老哥。你刚才说的解石倒是没什么问题，公司这2天刚好也没什么事儿。不过刚才你是不是又买到什么好石头啊？拍卖会上刚才你那一手啊，真是让我大饱眼福啊！老哥，我解石20多年了，
从来还没听说过拿30万就能直接开出上千万的料子啊！王老哥，您过奖了，我那个纯属运气好，不过是捡了别人不要的石头，捡漏罢了。而且要不是您的技艺好啊，也不会开出这么完整的翡翠。行，你刚才说的解释没有问题，我明天带上我的家伙过去找你，我一会儿就去给公司请假去。行，那我们加个微信，来。哎，好啊，那行，明天我就过去了。行，那我就先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哎，方老板，又去进货了？我呀，在古玩城里捡了几个小漏，今天成果如何？我看这边这好多物件都被人买走了，还多了不少新的。是啊，方老板，你这么一宣传，咱们店的生意太好了。不仅之前好多古玩都卖出去了，而且啊，好多顾客放到咱们店里来卖，我跟秦文忙不过来了。就是啊，我们啊忙得快不可开交了。你倒好，自己跑出去当甩手掌柜潇洒去了。看到没？这是张老板委托咱们卖的。我跟你说啊，今天我们卖古玩的利润高达100万了。没错，而且啊还收了30多万的残片。哎，其中啊还有一个东汉的青釉瓷，我花了20万才买下。这些残片如果全部修复好的话，明天应该够了。我呢也不是潇洒去了，我今天请了一个专业的解释师傅。今天不是有好多人来咱们这边看戏吗？到时候将会是我们9宫天崛起的重大一步。好，各位，解释大会将会在9点钟正式开启，到时候我会在现场亲自解释。现在时间还早，你们先吃个早点，等会儿再来吧。走。好。方老弟，王老哥，你这店铺不错呀，尤其是外面的招牌，真气派。王老哥，您说笑了，我这个小店不足挂齿，倒是麻烦您来这么早了。哎，说的什么话，这就见外了。我既然答应你，自然不会食言。对了，我车后面装着我们解石用的切割机，还有一些我的家伙事儿，要不帮着一起抬一下吧？啊，行，帮忙吧。好，走吧。方贤侄一大早就搞这么大的阵仗，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哟，切割机都准备好了，看来你对赌石很有信心呐。这就不劳烦你操心了，你还是老老实实当个看客得了。我看你能整出什么幺蛾子，别等会儿赔了哭鼻子。昨天就听说这9宫天的老板要当众赌石，本来以为是闹着玩的，没想到是真的。这几块石头这么大，得不少钱吧？像这么大的4块石头，这加起来不得值200-300万呢？我看呀，是哗众取宠，一个毛头孩子非学人家赌石，迟早身家性命都要赔进去。是呀，他想将9宫天的名声打出去是没错，但他用错了方法呀，这风险也是极大的。虽然噱头是够了，但是搞不好会赔得血本无归呀。各位，欢迎大家来到我9宫天，今天由我方舟现场解石，如果开出什么好料，欢迎各位老板现场开价。同时呢，我们店里也为大家准备了各种上好的古玩，任由大家挑选。方老弟，先开哪块石头？既然要造势，就不能一上来就直接切出好料，不然后面就没了期待感。那就先切这块60万的吧，这块料实属一般，买它也只是为了老板送的这块废料。王老哥，这块吧。行，怎么开？直接对切。直接？你不先开个窗看看吗？没事儿，直接对切吧。行。看来这邵掌柜是真不会赌石，哪有一上来就对切的？方贤侄，我看你这样不用赌石，照你这么赌，你爸留给你的9宫天都会输没的。赔了。方贤侄，看来你不光不会切石，就连看石的本事也不会啊！就这，你怎么敢跟人家学赌石呢？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，你要是不想看，请你离开。要看就好好看，石头还没切完，就那么早下定论。牙尖嘴利，我倒想看看今天你能切出什么料子。
我说方舟啊，你到底有没有把握啊？第一块就切废了，今天可这么多人看着呢，要切不好，咱们名气没有打出去，反而成了人家的笑柄了。你就放心吧，好戏还在后面。这块看起来不错，比刚才那个好多了。看到上面那个苔藓似的那个纹路了没？这个东西啊，叫做蟒带。俗话说啊，有蟒必现色。这块石头大概率是有料的。王老哥，这块顺着这条线先切一刀啊。行。来。啊！我去，有了！这颜色这么好，而且整片都是翡翠，这肯定赚了呀！侯老板，以你高见，这块石头如何？不过是开窗见色而已，这把你神气的，石头还没切完，就不要得意这么早，小心呐，是个花料。王老哥，顺着旁边那层面接着切，把外面的皮壳全部都去掉。这方掌柜啊，遇事不慌，日后必成大器。我去，又出色了，竟然又是满料！这小王八蛋竟然能开出如此高色度的冰糯种，真是走了狗屎运！恭喜方老板，方老板真是年轻有为啊！年纪轻轻就将这9宫天经营得如此妥善，就连这赌石也是颇有心得呀！在下佩服佩服。李老板，客气了，只不过是运气好罢了。嘿，见风使舵，这结果都还没出来呢，就开始巴结上了。何老板，与人为善就是与己为善，大家都是这一条街上的邻居，多个朋友不好吗？方老板，我是街东头字画店的掌柜罗富才，咱们以后多走动走动。方老板，您真是年少有为啊！以后飞黄腾达了，可别忘了咱们父老乡亲啊！各位，首先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9宫天。今天的赌石呢，只是一个彩头。今天我们的店里为大家准备了许多上好的古玩，并且我们还提供寄卖服务，绝对的童叟无欺啊！各位，今天这第4块石头，咱们就先不切，而是作为我们店内的商品来出售。欢迎各位有兴趣的老板过来看看，包括刚才我们开出来的那块翡翠，也是作为我们店里的商品。那么现在，我们就来进行最后一块石头的切割。我原以为这是个废料，结果这好的不切，要切这……我还以为这方舟有点脑子，结果还是草包一个。放着好好的石头不切，要切一块废料，好不容易营造起来的事，又全给败没了。看来真是高看你了。你搞什么？这么好的局势你没看到？这好好的石头你不赌，就赌一块废料，干嘛？正是因为现在局势这么好，所以我才做这个决定。你不相信别人，难道不相信我？你看着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就让我们9宫天在这个古玩街站稳脚跟。王老哥，首先按着这条线切割，先切个3厘米，这一面再切4厘米，最后顺着这条弧线再切个10厘米。好嘞，来。哇！这色度，这肉量，真是绝了呀！这可是玻璃种满阳绿翡翠呀，而且整块毫无瑕疵，这一块至少价值1000万呢！何老板，以你的高见，我这块料子如何？不过是走了狗屎运罢了，得意什么？哼！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走？哎，何老板，有空常来玩啊！不错，这小老板啊，为人大度，以后必成大器。是啊，各位，刚才开的这块翡翠将作为我们本店的镇店之宝。同时啊，非常抱歉今天耽误大家这么多的时间。作为补偿呢，我们今天店里所有的古玩全场打8.8折，包括今天你们寄来的所有的古玩，我们全部1分钱的手续费都不要。嘿，好。
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，这个多少钱？这个我要了。给我这个，给我这个多少钱？别站那傻愣着干嘛？赶紧过来帮忙！多少钱？多少钱呢？这个多少钱？我要，那个我也要，我要这个。哎，这个呀，价钱好说。哎，哎呀，我跟你说，咱们之前收的古玩，今天全部卖出去了。是吗？我在江湖上行走了这么多年，还从未见过这买古玩跟买白菜一样要抢的。你都不知道，今天那几个人啊，为了一个紫砂壶，差点没打起来。是，我说过了，这仅仅只是个开始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九宫天将会彻底不一样。哇！林媛，你怎么来了？是我爷爷，后天就是他生日了，他比较喜欢研究一些古玩，你能不能帮我给他挑选一个礼物啊？行，没问题，那咱们走吧。好。你爷爷都喜欢什么样的古玩啊？字画还是瓷器，也好找一些合他口味的东西送过去。爷爷他没什么特别喜欢的，只不过他喜欢一些有历史意义的，并不是说价格高的他就特别喜欢。行，我明白了，那咱们去那边看看。不是说这里面的东西都是假货吗？一些现代工艺品都能被他们当成传家宝来卖，专骗那些不懂行的人。你说的没错，但那些只是其中一部分。其实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沉蒙于世的珍宝没有被发现，那些商贩根本就发现不了其中真正价值，这样就叫捡漏。别人都发现不了，难道你就能发现吗？别人不敢说，但是捡漏这方面我是专业的，相信我。走。哎，两位，两位老板，可有什么瞧得上眼的？老板怎么称呼？我姓孙，叫我孙猴就行。老板，这个东西有点意思。老板，帮我拿出来看看。这位老板好眼力啊！这可是我们店的镇店之宝，您看这外色。行了，老板，您这些话呀，还是留着去诓那些不懂行的厨吧。这个完全就是一个普通铁片，又不是什么字画瓷器，而且啊，要不是上面的字，对我们这些学考古专业的学生来说还有点用，我连看都不会看。这样，你就痛快点，说个价格，要是合适的话我就拿走。正好我最近要写论文，还是有点用。小兄弟都这么说了，那我也不磨叽，3万块钱你拿走。3万，贵了。那你准备给多少？2000。2000也太少了，再涨涨。涨不了了，老板，你看这上面的字都已经锈了，我这买过来还要找人除锈。我这个人啊，向来耿直，这价格要是合适的话，我就直接拿了；要是不合适的话，我再去别家看看喽。这两位老板，你给的价也太低了，我连本都不够。你看天气这么热，马上都中午了，咱俩僵在这儿也没什么用，是吧？更何况您旁边还有一位美女，皮肤正白，要是晒黑了更不值当。爽快点，说一个价，不合适的话，你还是自己留着吧。行吧，2000块钱您拿走，就当我开个张，那我帮您包起来啊。你买这么多东西到底干嘛用？当然是作为送给爷爷的礼物来用了。什么？有没有搞错啊？就买这么一块烂铁牌送给我爷爷啊？哎，这可不是一块普通的铁牌，你别看它其貌不扬，只是因为它现在没有被恢复原貌。等一会儿我去找一个修复大师把它给修复好了，到时候在你爷爷的寿宴上一定会一鸣惊人，相信我。好吧。两位老板，您说好。多谢老板，来转账。过去了，回见，慢走。既然礼物已经买好了，那我们就回去吧。后天就是爷爷的生日了，你到了给我打电话，我接你进去。行，走吧。林老爷子您好，我是玉世街的王大生，祝林老爷子寿比南山。林老爷子，
这是我特意请雕刻大师雕刻的弥勒佛，寓意是祝林老爷子健康长寿，林家生生不息。好。爷爷，这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，希望爷爷喜欢。元儿真是费心了，爷爷非常喜欢。爷爷喜欢就好，祝爷爷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，越活越年轻。你这孩子。对了，爷爷，这是我的朋友，他叫方舟。爷爷好，我是元儿，带你的朋友先去旁边坐去吧。走吧。走吧，你先坐。唐家到。林爷爷，这是我精心准备的礼物，是由我们唐家多年来最好的玻璃种雕刻而成的观音像，希望您能够喜欢。玉楼真是费心了，这观音价值可不低呀。都是小事，只要您喜欢就好。既然玉楼也来了，我看人也到的差不多了，吩咐人准备寿宴开始吧。玉楼啊，待会儿寿宴开始啊，你就坐在我旁边。哎，林爷爷，我来的时候怎么没见林元呢？他是不是还不肯接受我？元儿，玉楼来了，还不过来打个招呼？哎，圆圆，方兄，看见了吗？刚才林大小姐是不是往我这看了一眼？林大小姐果真是仙女下凡，只可惜马上就要嫁给唐家的唐玉楼了。各位，请安静一下。感谢各位赏脸前来参加我的寿宴，我林青山在此谢过大家。接下来我要宣布一件事情，我的孙女儿林媛将要嫁给唐家的唐玉楼。林媛，嫁给我好吗？我等一下，我不同意。谁？方兄，你疯了？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是我说的。你是哪个家族的人？为何无端扰乱林家的大事？你上前来。回爷爷的话，我不是什么大家族的人，我只是来自普通家庭，我叫方舟。你为什么要阻止媛儿嫁给玉楼？你到底是基于什么目的？林爷爷，林媛根本就不愿意嫁给唐玉楼。这是我林家的家事，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来插嘴。今天我林家和唐家结姻的大好日子，我不想坏了兴致。如果你现在向我和玉楼道歉，然后到你的座位上去，我可以当做此事没有发生。林爷爷，我不知道您到底是出自什么原因会让林媛嫁给唐玉楼。你应该知道，林媛跟你说过不止一次，她根本就不愿意嫁给他。而且据我所知，这位唐公子在外面的私生活可不太好。林爷爷，您就这么把林媛嫁给唐玉楼，可有考虑过林媛的感受？放肆！好大胆！不仅坏了林家大事，还敢公然诋毁玉楼的名声。你可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你确定你承受得起唐家和林家的怒火吗？玉楼啊，不好意思，让你见笑了。我这就让人啊将他赶出去，包括他送的寿礼，我也让人啊一并给扔出去。来人！慢着，玉楼啊，是不是我的处置方式你不满意啊？没有，林爷爷，我没有生气，只是这个人这样诋毁我，我要不解释解释，岂不是让大家笑话？这，好吧。这位方先生，我不知道是哪儿得罪过你，让你如此诋毁我。你自己做过什么样的事情，自己心里很清楚。哼，据我所知，你不过是一家小小古玩店老板。能让你参加这次寿礼，足以让你感恩戴德了。你还如此不知好歹，林家不是让你兴风作浪的地方。你的那家古玩店在林家看来，跟路边卖菜的小商贩无异，在我唐家眼里，更是一只随意就能捏死的蝼蚁。那既然你有钱有势，人又长得这么帅，为什么林媛不喜欢你呢？大言不惭，我看你是没认清自己的定位。就你这样的小人，如果不是有人带你混进来，你恐怕连林家大门在哪儿都不知道吧？你拿什么跟我斗？你准备的寿礼，恐怕把自己的半个家当都卖了吧？即便如此，在我看来，你的这些寿礼跟垃圾一般无异。
这该不会是什么翡翠玉石吧？你难道不知道林家最不缺的就是翡翠？哼，我还以为是什么东西呢，原来是一块锈迹斑斑的废铁呀！我说方舟啊，你不会在路边捡了一块废铁就当礼物送过来了吧？你也太不把林家放在眼里了。看来这小子是特意来捣乱的，不仅公然侮辱唐先生，连送的贺礼都是块破铜烂铁。林爷爷，这事我不方便出手，您看怎么办吧？玉楼啊，这铁牌好像有蹊跷。唐公子，你把自己的人设塑造得很是完美，几乎骗过了所有人。但是在我眼里，你跟那些愚人没有区别，一点眼力都没有。你说什么？那我倒要看看你的这块废铁有什么不一样。你口中的这块废铁，现在我来告诉你它的真实来历。这个铁牌叫做丹书铁券，这个你总听说过吧？这竟是块免死金牌！作为唐氏家族的少爷，居然一点眼力都没有。这样一块意义重大的免死金牌，在你的嘴里居然成了破铜烂铁，而我好意为林爷爷贺寿，居然在你嘴里变成了买通守卫被放了进来。到底是我不尊重林爷爷，还是你根本就没把林爷爷放在眼里？就算他是免死金牌又如何？重要吗？就你这样的穷小子，还想阻止我跟林园的婚事，你配吗？林爷爷，您不会真因为一个臭小子改变我们之间的约定吧？玉楼啊，今天这事儿我看要再缓缓。今天是我林青山照顾的不够周全，才让局面发展成这个样子。再这样下去，对你我的名声都不好。等宴会结束，我会亲自上唐家登门道歉。到时候我们再来商议元儿和你的事情，你看如何？小子，竟敢坏我好事，我记住你了。不好意思，让各位看笑话了。菜肴享用过后，大家尽可在林家逗留，林家定竭力照顾周全。我身体有些不适，就先走一步了。你叫方舟是吧？待会儿到我书房一趟，我想跟你谈谈。进来吧。你来了，你叫方舟是吧？你送的礼物我很喜欢。林爷爷，你喜欢就好。你的事情元儿刚才已经跟我说了一些。你是个不简单的年轻人呐，不仅有眼力，而且敢做敢当。说实话，敢像你先前那般站出来，冒着得罪林家和唐家的风险出来说话的人我还是第一次见到。可惜你并非我林家的人。像你这样的年轻人日后必成大器。林爷爷，您谬赞了。想说什么就说吧。是这样的，我作为林园的朋友，我想斗胆冒昧的问一句，让林园嫁给唐玉楼，真的是您的意思吗？是我的意思没错，但我也不想元儿嫁给他。元儿是我最喜欢的孙女儿，为人懂事大方，在林家的生意上也帮了我不少忙。我怎么忍心让她嫁给一个不喜欢的人呢？那既然如此，为什么您还坚持让林园嫁给唐玉楼呢？之前我也听说了，林家好像出了一些问题，可以让我知晓一二吗？喂，请问，这段时间你多费点心，我有件事要去云省一趟，具体什么事你就不要问了，我会很快回来。就这样。爸，您回来了。爸回来你还不高兴啊？当然高兴，只不过您不是因为矿脉爆炸的事情已经解决了，这次还真是多亏人家方舟了。方舟，这和他有什么关系啊？之前有人在矿脉里发现了金刚石原石，价值是无法估量的。可是这事儿呢，被经理孙才给知道，他为了私吞金刚石原石，竟然精心策划了一场爆炸，导致矿洞坍塌，死了上百人。我被上门的死者家属闹得是心力交瘁呀。
这个我知道，爷爷他们为了救你出来，到处请人帮忙。那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？是方舟冒着生命危险下的矿洞调查。唉，矿洞坍塌，他险些被埋，真可谓是九死一生啊！不过好在找到了证据，那个罪魁祸首孙才也已经全部招供，已经被判了死刑了。太好了，那我们家的危机就解除了，我是不是就不用嫁给唐玉楼了？你不喜欢他就不嫁，没人会再逼你了。喂，方舟。林远，你现在能来一趟我店里吗？好，我现在过去找你。方舟，你怎么那么傻？听我爸说你差点死在矿洞里。林远，经历了这么多事情，我终于看清了自己的内心。以后无论贫穷还是富贵，我们再也不分开了。林远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